大家好，这一段我们来讲一下画叶子，紫藤花的叶子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增加数量关系没有变，还是一样大中小三组，但是我们这一段是增加了数量用到的颜色是太青蓝。调藤黄，然后再调胭脂，三种颜色。这段我们用毛笔大一点的大一点点的。干净的笔去掉多余的水分然后藤黄太青蓝调和成一个黄绿色。因为紫藤花的叶子都是偏嫩的叶子完全长出来的时候，花就掉完了，所以花越旺的时候，叶子就越小，叶子就越嫩所以一般画紫藤叶子都是偏嫩的，像我们看那个任百年他画的紫藤也是。然后笔尖去调胭脂，我们这一段画一个大中小三组，很大的很明显的大中小大中小三组。先来一组大的。叶子和叶子的排列上一段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就讲大关系这个叶子和叶子之间形成大的组合这是长的，小组的时候要有长短，要有疏密。这一组就是短的，这一组是长的。第二组让它形成一个密。这两组挨近，这一组离开。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我们让多的更多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再增加，或者是我们把这边再增加三组有长短，有疏密，我们再来一组是一样的道理，只是把它放大了，增加了我们把这整一组当成是一个大，就等于刚才这一组和这一组的关系大和小，长和短。那么现在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组，那么这个是第二组，第二组要比它们要小我们增加了数量，变化这关系没有变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增加了一组这一组是比整一组短，然后这一组我们也是让它有这个长短对比，
这里是三串叶子，这里我们画2串或者画3串也可以啊，但是还是一样要有聚散。那么增加这一组的关系，那就要和它有联系了啊，有对比了。这3组是比较长的，比较单的，那么这右边再出现这一组，我们就让它挨近一点，我们把它画到挨得很近啊，它就形成一个密。现在它就形成一个疏啊，闪开，这里是挨近。我们也是画3片叶，3片叶我们把它挨得很近比如说这里把这里画一个很小的，这2片叶是挨近的，它是离开的。它们2组在一起，它这一组是比较密的，这一组是比较疏的啊，这一组短一点，这一组长一点啊，还是一样，注意的大中小啊。这一串叶子大中小啊的这个多的和少的，这3组也是大中小，也有多的和少的。然后这是一组大的，这是一组中的，我们再来一组小的，3组大中小出现。我们在其他地方再来一组，比如说这里我们再来一组，或者是下面或者这边再来一组小的，我们画到这边来啊。这一组小的出现，它就和它们连成一起。如果在这边出现也可以，这边出现一组小的，那么这里就多的更多，少的更少如果在这边出现，那么就它很多，然后显得它很长。所以第3组就等于刚才画这3片叶子的这一组现在把它放大了，第1、第2、第3再来一组。这又来一组，这一组是比它小。我们不一定每一组都画三片叶子不一定都画3串，画2串也可以，画1串也可以。我们把这里画一个更小的，这里长一点点小嫩芽，它也属于1串这1串里面也有大中小全部加在一起也有大中小，单组里面也是有大中小那么通过这样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摆放，我们可以画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我们可以这边长，可以这边短，也可以把这一组叶子放到这里来也可以把这组叶子放到上面来。不管怎么变，怎么摆，怎么放都离不开大中小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是训练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画的时候才能够很清晰的知道我画这组是多大，那要看它们我画的放这一组放到这里好，还是放这里好，还是放在这里好？为什么放这里因为我要和它连在一起。为什么放这里？我想让它更密，把它凸出来。所以这样画的时候就会有思路了这一段的大中小我们就讲到这，下一段我们讲一下怎么勾叶脉